这么多年了，永宽拍照方式一点长进也没有，依旧是强行对脸拍，不过也是越来越疯了，居然让辉宝拿着手机进行拍摄。 네가 될래? 언제 우리 커서 혼자 셀카 촬영도 하고 그러나? 우리? 而这红色手柄的自拍杆看上去有些眼熟，这好像和以前拍福宝的那个是同一根。这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也算是一种传承了。以前拍摄福宝的自拍杆，现在又拍摄起了瑞宝、辉宝。以前福宝很喜欢爷爷，守在自己的身边，当然不是因为自拍，而是因为爷爷在身边，自己就有安全感。福宝不看镜头，而是总看向爷爷，还想和爷爷贴贴。这也导致永宽总喜欢和福宝拍照，就是想跟福宝凑近点，跟福宝贴贴。虽然在镜头中福宝的一个部位就能占满整个画面，而且给福宝每次都拍得奇形怪状的，但永宽总能夸出一系列的彩虹屁，夸起来也是一个角度都不放过。不过这自拍杆至少要比鱼眼相机拍得好看一些。不过有了福宝以前的一些经验，永宽也有所收敛。例如现在公布辉宝的腿长时，都是要考虑辉宝的感受。以前福宝11一问想知道什么，送3岁就直接开量，觉得福宝的一切都拿得出手，量完还要表现出夸张的表情，这让福宝对着永宽就喊：“你是不是有点不礼貌了？”根据永宽的表示，瑞宝、辉宝现在每天的氢团产量已经达到5至6千克了，这是两人一起的总量。因为瑞宝、辉宝生活在一起，无法清晰的区分出每一个氢团具体是谁产的，而这个氢团的产量对瑞宝、辉宝这个年纪来说属于正常消化范围。之后有一提问到瑞宝、辉宝什么时候独立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论是永宽还是江爷爷已经被问了不下数次了。永宽表示，瑞宝、辉宝其实已经可以进入独立的范围了，但瑞宝、辉宝现在跟妈妈在一起过得很好，彼此之间没有表现出抵触或争夺地盘的现象。而对于瑞宝、辉宝，尽可能让他们和妈妈生活的久一点，这有助于他们积累经验。另外还有依依很关心乐宝和爱宝身体的状况，永宽表示他们都非常健康。这个问题兽医每天都在确认，但因为是冬季，他们不是每天都吃得好睡得好。野生动物他们都会在冬天为春天的行动做准备，尤其是乐宝正处于血气旺盛的状态，最近四处采食的行为广而告之。不过专家看过了，乐宝这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情，爱宝也在好好照顾双胞胎。姨姨们问的所有问题，永宽都非常清晰的对其进行了回复，每一件事情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见过的南川宝结果的样子。今天在江爷爷的小农场里见到了。南川宝是江爷爷喜欢的植物之一，而江爷爷也经常自称自己为南宝爷。以前福宝能感觉到江爷爷对南川宝有特殊的喜欢之情，所以经常用南川宝喜欢威胁江爷爷。江爷爷与南川宝这个植物在20年前就相识了，而自从有了福宝后，江爷爷觉得南川宝和大熊猫是如此的般配，就像是油菜花和大熊猫一样。而也是因为江爷爷的努力，现在宝家粉丝们一听到南川宝和油菜花，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福宝的样子。如果爱宝乐园推出南川宝盆栽，一定会卖爆。经过江爷爷这20几年里持续喜欢南川宝，最近江爷爷开始研究从种子开始种植南川宝了。以前江爷爷都是买幼苗来进行种植，今年南川宝在结果后，江爷爷将其全部收集了起来，将南川宝放在手中手搓子房，红色果实就会裂开，然后露出2颗种子，反复手搓，将种子和外皮剥离之后，在水里过滤，只提取出种子。如果在水中时有浮在水面的种子，这相当于是别谷，这些需要丢掉。将好的种子挑拣出来后，接着将其滤干水分，然后将土壤和种子混合，并放入洋葱网里，埋入深度适中的原地陆地。这就是露天埋藏法，是破除种子休眠催芽的典型方式之一。等冬天过去后，在早春重新拿出来，种在原地的一侧育芽。等芽发育生长良好，江爷爷首先想在宝家族的地盘里种植，这样自己亲自播种培育的南川宝应该会更有意义。所以江爷爷一直在期待着，虽然是很轻率，但江爷爷认为这毕竟是带有目标的期待，所以值得一梦。今天忙着整活的不只有瑞宝、辉宝，圣系姨母这里也有了自己的节目。瑞宝今天出门后就先给自己洗了个澡，然后拖着自己湿淋淋的身子就来找妹妹，想往妹妹身上蹭。此时辉宝身上的水哗哗的往下流，辉宝阻挡着瑞宝，不想让瑞宝上来，防止自己被弄湿身体。今天辉宝成了爱干净的那一个，瑞宝上来后就给辉宝抱住，并给辉宝按在身下，给辉宝当干毛巾了，把自己湿乎乎的身子全在辉宝身上擦干净了。此时爱宝悄悄路过，爱宝让姐妹俩自己玩，别过来招惹自己。辉宝费尽9牛2虎之力才给瑞宝赶下去。
辉宝看到自己身上都脏了，也从树上下来了，打算自己也洗洗。瑞宝从辉宝眼前淌过，辉宝感觉水有点凉，最后还是没能真的走进小泳池。辉宝也是一直在成长的，自从自己在小瀑布前吃过亏后，辉宝这次选择走瀑布上面的小桥。另外，细心的依依可以看到，瑞宝屁股上那标志性的一撮黑色的毛已经掉了。掉了那撮黑色的毛后，瑞宝的性格都变了，变得比辉宝还要调皮了。辉宝今天在瑞宝面前都变得文静了，而爱宝就完全放弃了带孩子这件事情。看到通道门打开，爱宝就回去了，辉宝紧跟其后。瑞宝这里还在犹豫，或许是想给自己的皮套晒干。这时，爷爷在通道门口喊自己可以帮瑞宝擦干净。瑞宝听到后，立马从树上下来跑向爷爷。而与此同时，圣西姨母正在乐宝的园区忙碌着什么，手里既有竹子又有小零食。圣西姨母在乐宝园区不断装饰着，仅仅一块窝头都不知道该怎么放。而作为宝家最敏感的乐宝进门后，一下就发现了自己园区的不同。乐宝仔细观赏了一下，不过没有太久，然后拿着自己的窝头和竹子就去到了小亭子上。乐宝表示今天的窝头有点美味啊。果然，浪漫对男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爷爷的小门前被一场大雪砸得乱七八糟，江爷爷看着这些歪倒的雪竹，决定不再对其进行抢救，而是将其全部裁剪掉，拿给宝家，让其饱餐一顿。江爷爷说干就干，自己亲手种植了1年的竹子，江爷爷全部给其砍掉了。江爷爷将这些雪竹进行了初步的处理，然后捆绑在了一起，扛到了车上带回了家。第二天，江爷爷来到宝家房间时，姐妹俩还没醒呢。江爷爷先是在旁边把盆奶准备好，瑞宝这里率先醒来，辉宝这里伸着自己的小脚丫醒着盹。先喝完盆奶的瑞宝抱住爷爷的大腿，表示爷爷是自己的，同时还用炫耀的眼神看着正在吃奶的妹妹。姐妹俩吃完盆奶，江爷爷来到竹子储藏室，将自己这些竹子进行了水洗清理，然后将自己的竹子和其他的竹子分开，打算看看宝家吃自己竹子的反应。此时在门口迎接江爷爷的是瑞宝，然后爱宝紧接着也跟了过来。爱宝和瑞宝都很是给面，为了爷爷的竹子抢了起来。这个季节的新鲜雪竹对宝家来说很是难得，江爷爷的这些雪竹对宝家来说可谓是在冬天吃了夏天的美食。一会辉宝也闻着味儿找了过来，这一下给江爷爷的情绪价值拉满了。一家3口抢着吃的画面让江爷爷越看越开心。江爷爷怕是要扩建自己的雪竹基地了，自己多种植一些雪竹，在冬天竹子缺乏时给宝家改善伙食。虽然爱宝和姐妹俩吃得很香，但决定于竹子好不好的关键抉择还是要看乐宝才行。江爷爷将自己的竹子给乐宝也送来了一捧，乐宝先是闻了闻，感觉味道可以，转身坐下开吃，能达到乐宝的用餐标准，这是对江爷爷最大的认可。这也表明这次江爷爷的竹子深受宝家全体成员的喜爱。熬累一上午的3岁都开始哭看，再加上雪地比较滑，一下就摔了个屁股蹲。宋3岁没有哭，而是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继续干活。清理完园区的雪，将雪倒掉后，宋3岁又来到了乐宝的园区。看上去这又是一个大像是一个用雪堆积而成的宝座，而这个位置则是乐宝之前的小躺椅，只是被雪覆盖了。而宋3岁则是在此基础上加以了完善，让乐宝的躺椅升级成了冰雪王位。最近宝家堆雪人的手艺是一天比一天精湛，一个宋3岁，一个圣西姨母，俩人现在只要遇到雪就用其来练手。宋3岁对雪人的技术有点过于熟练和逆天了，圣西姨母作为同类型手艺的饲养员，得在背后偷偷努力才行。这样一来，熊猫世界周围处处都是熊猫样式的雪人，以及用雪堆的雪雕。俩人这是打算给园区搞个迷你版的冰雪世界呀！经过宋3岁对乐宝躺椅的反复雕刻和打磨，很快乐宝的冰雪王位便成型了。宋3岁自己先坐在上面体验了一下，体验感很好。一会儿，乐宝来到园区后，也是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自己这冰雪王位，走上来一屁股就坐了下去。这一屁股给王位坐塌了一半，乐宝用行动证明着自己对这冰雪王位的喜爱。乐宝没让宋3岁白忙碌一阵，乐宝坐在自己这冰雪王位上吃着竹子，这也算成功和宋3岁小分子。今天姨姨们所谓福宝做的事情，真是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可以看到福宝的机会了，因为根据官方的通知，今天结束后园区将会闭园到月底，所以也就意味着2024年里姨姨们将无法再看到福宝。所以今天很多福宝粉丝都来到了园区，还有从台湾赶过来的姨姨，只为看福宝2024年里的最后一面。虽然福宝依旧没有出室外，姨姨们也只能通过望福洞查看福宝的样子。
但是这依旧无法阻挡福宝姨姨以及福宝的亲妈粉，他们对福宝的关心与爱已经远超任何人。他们不仅为福宝祈祷，同时用行动证明自己对福宝的关心。还有福宝的亲妈粉为福宝定制了蛋糕，因为今天还是福宝出生的第1600天，而做这些都是为了给福宝加油打气，让福宝好好接受检查，让福宝不用害怕。一直都有很多姨姨们在默默守护着福宝，而这一幕就好似当时姨姨们送别福宝回国时，那时姨姨们是同样的担心与不舍，许多姨姨都为此落泪。江爷爷陪伴福宝来中国后，打算要走时更是痛哭流涕，而姨姨们所做的也是想让福宝感受到自己是一直被爱的，以及将福宝的关注度推高，也是爷爷和姨姨们对福宝的保护。而懂事的福宝也没有让姨姨们今天白来，福宝跟姨姨们不约而同地坐在了望福洞前，对着姨姨们吃着竹笋，好似在跟姨姨们讲自己现在很好，姨姨们不用太过于担心。福宝这懂事的样子让姨姨们看了更是难掩眼中的泪水。宝表示自己才1天没来室外园区，园区的雪怎么就快没有了？这1天不来，瑞宝又要重新熟悉园区。辉宝在树上吃着竹子，看着姐姐对园区这陌生的样子，辉宝有点搞不明白，心想这是失忆了吗？这次瑞宝探查的细致，因为这2天气温下降，爷爷们便给小瀑布停了，防止出水口被冻住。瑞宝刚好可以钻进小瀑布的石洞里探查一下，在园区转一会儿。瑞宝还要再回到妈妈身边，重新填补一下安全感。离开妈妈太久，瑞宝害怕了。一会儿，爱宝吃完竹子，瑞宝变成了爱宝的跟屁虫。爷爷给小泳池突然停了，这让爱宝也有了点陌生，一脚踩进来才发现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过爱宝反应快，很快就明白过来是泳池没水了。而瑞宝这里似乎又发现了什么新气味，在小泳池里不断闻来闻去。就在瑞宝不断探索时，爱宝这里头也不回的走回了家。此时园区又只剩姐妹俩了。辉宝来室外后就没从小树上下来过。爱宝回去后，江爷爷走了进来。江爷爷这身穿搭多少有点冷，出门必戴耳罩。瑞宝看到通道门开了，立马往家走去，一边走一边搓着小手，表示室外实在太冷了，还是室内的空调屋暖和。而这时辉宝也开始准备从树上下来了，而瑞宝这里还没回去呢，一直在通道门口等着辉宝。瑞宝是打算等妹妹过来一起回去。瑞宝在通道门口催促着辉宝快一点。辉宝听到姐姐的催促声，也不再墨迹，径直走向了姐姐。调皮的乐宝就爱整点不一样的活儿，今天又到了给乐宝喂药的时间。宋3岁将小零食与小药片混合在了一起，投喂给了乐宝，这就有点太小瞧乐宝美食家的称号了。乐宝对于味道的敏感性可不是说着玩的。只见乐宝给小零食吃掉，单独给药片吐了出来。喂完小零食了，乐宝出门营业。老宋头也是会记仇的，出门就开始吐槽乐宝了。看到乐宝给自己冰椅弄得黄黄的，便吐槽道，以为乐宝是只看起来洁白无瑕的大熊猫，但实际上则是脏兮兮的。 이거 뭐야? 완전 하얀 판다인 줄 알았더니 꼬질꼬질한 판다였네. 우리라고. 乐宝表示，好你个宋3岁，原来搁这等着我呢。之后宋3岁还夸了一下自己的冰椅，还有清洗效果。晚上回到房间，又到了姐妹俩吃奶的时间了。瑞宝、辉宝的盆盆奶已经从主食变成辅食了，以前一盆盆盆奶就能吃饱，现在盆盆奶只能算是瑞宝、辉宝的饭前开胃菜。吃完盆盆奶，再来上一块小苹果和胡萝卜，吃舒服的瑞宝直接躺下了，而瑞宝的脚丫则搭在了辉宝的身上。就在姐妹俩吃小零食时，宋3岁趁机给盆拿走了。姐妹俩吃完奶没事干，来到了妈妈身边跟妈妈玩。爱宝一趴给姐妹俩全推了下去，被推下去的辉宝不服气，爬上小床对着妈妈就是一顿复仇。而对爱宝来说，辉宝的这力度感觉辉宝就是在给自己挠痒，爱宝根本没有反应。这是距离福宝回国还有1个月的时候，江爷爷和宋爷爷在为福宝制作最后为福宝践行的礼物。宋爷爷打算用这和自己工作服一个颜色的布条缝制一个吊床。 후바오가 어렸을 때 엄마랑 함께 이용하던 해먹이 있거든요. 宋爷爷是想让福宝再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而且这和工作服一个颜色，福宝也会有被爷爷怀抱的感觉。缝制完吊床，宋爷爷开始为其安装。为了确保福宝不会受伤，宋爷爷让江爷爷一起来视察。宋爷爷表示，江爷爷总是会在自己需要他时神奇的出现。宋爷爷毫不掩饰的讲，江爷爷就是自己的安全感。 큰 도움이 되고 잘 안전하게 마무리가 된 것 같습니다. 一会儿，福宝来到园区，看到这突然出现的小床，先是在上面一阵翻腾。宋爷爷解释道：“福宝这是在威吓他，这是福宝的一种表态，确定对方没有攻击力，不存在危险后，才会自在的在上面玩耍。”
而江爷爷这里来了种植油菜花的大棚。这里有着宝家每年园区里所用的油菜花，目的是用来让宝家思念家乡。 그때부터 해마다 이른 봄에 이렇게 유채를 심어서 꽃을 보여주고는 했었어요. 고향 생각하라고. 搬运完油菜花，江爷爷开着小车将其拉去爱宝乐园。经过2次转车，油菜花终于被运到了园区。而今年欣赏油菜花的成员又多了2个，这2个调皮鬼常常被爷爷抓住他们，在破坏油菜花。很快，时间到了福宝要隔离的日子。这时，饲养员们开始为福宝筹备隔离用的简易馆。宋爷爷在宝家就是全能，什么事儿他都能搭把手。 房间整理完后，圣熙姨母来到房间，为房间做第1次全面的消杀。圣熙阿姨结束，又有饲养员来做第2次的消杀。历经数次清理打扫，房间这才算清理完。因为福宝隔离需要，瑞宝、辉宝也换了房间。姐妹俩对着新房间都很是新奇，每天基本上都挂在栅栏上爬来爬去。在这温馨画面的另一方，则是姨姨们都在被迫接受着福宝要离开的消息。 姨姨们从起初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渐变成了泪人。在这期间，江爷爷收到了很多粉丝们的信件，都是对福宝以及饲养员们的感谢信，以及表达对福宝离开的不舍。而爷爷们对于福宝的不舍也是一天比一天重。当看到福宝晚上还没睡觉时，爷爷就会来到福宝身边，跟福宝多说说话。这些天里，江爷爷常常离开到深夜。宝辉宝真是越来越不拿妈妈当回事了。姐妹俩打闹，瑞宝是踩着妈妈身上过去的。 转头还说了句：“小爱，你往一边去。”今天瑞宝有点暴力，看谁都不顺眼。爱宝出手劝架，瑞宝就连爱宝一起揍。可能是因为瑞宝今天的体重又有了新高，感觉自己全身都充满了力量，想要打遍爱宝乐园无敌手。今天瑞宝跟爱宝打得有来有回，一会儿辉宝也跑来凑热闹，姐妹俩一起凑在这里，就从烦变成了乱。辉宝一来，画面都变得乱糟糟的了。一会儿姐妹俩回家时，也没让老宋头省心。 姐妹俩蹲在通道门口，迟迟不往里走，看给老宋头愁的眉头紧皱。以前说辉宝是自己从没见过的熊，真是对瑞宝的认知错误。因为现在瑞宝的调皮和辉宝不分上下，2只淘气的不要不要的熊。4年过去，老宋头的头顶肯定要和江爷爷头顶一样秃了。老宋头看姐妹俩磨磨唧唧的不回去，索性直接给通道门关上了。不回去，那就在外面吧。一会儿等回到家后。 姐妹俩更没让人省心，辉宝给自己倒吊在了小树上，都是技术活，姨姨们可不要模仿。辉宝给自己来了个引体向上，辉宝这核心能力吊打同界里所有大熊猫，再加上他老爹那单臂大回旋的基因，辉宝真是强的可怕。辉宝做了2个引体向上后，轻松爬回小树。姐妹俩这一天天的，真是没有能让饲养员们省心的时候。孩子不想去室外就不去了，但咱别乱砍木头呀，这简直就是饲养员照害术。老宋头正盯着监控看呢。 刚好看到瑞宝这一操作，宋3岁可不想再被挂到网上了。宋3岁拿着小零食来到园区，一边喂着瑞宝，一边对瑞宝讲：“不想去室外的话，就好好在室内休息吧，但可不要给爷爷挂网上哦。爷爷年纪大了，经不起大风大浪。”宋3岁看到瑞宝脸上脏兮兮的，又从自己口袋拿出了纸巾，给瑞宝擦了擦脸。等瑞宝吃完嘴里的后，宋3岁又接着投喂。爷孙俩在树上亲昵了一番，瑞宝也吃得差不多了，脸上也干干净净了。 宋3岁安慰完瑞宝，转身离开。而这时，室外的辉宝却听到了宋3岁关门的声音。这时，辉宝才想起来，姐姐好像没出来。辉宝这又有活干了，那就是给门刨开，然后给门打开，让姐姐进来。辉宝感觉这个家要是没自己上的这点心，都得惨。辉宝忙累了，就去到妈妈身边，跟着妈妈吃点竹子，然后再靠在妈妈身上，让妈妈给自己点力量。吃饱后，就继续回到通道门口前忙碌。这次辉宝不刨地道了。 又改啃门框了，啃了半天，感觉到这样有点费牙，于是辉宝又改成继续刨地道，小手不停地扒。辉宝表示，如果缝隙再大点，自己就能钻进去了。辉宝长这么大，只有在想姐姐和吃小零食的这2件事情。人欢喜有人忧，江爷爷今天来上海，开心的与粉丝们见面打招呼，而永宽只能留在韩国照顾宝家。永宽都快要嫉妒坏了，为什么每次都是自己留在韩国？ 这多亏了江爷爷年轻的时候来中国学过中文，也只怪永宽不懂中文。不过老宋头看上去也并没有太沮丧。江爷爷在和粉丝们见面时，老宋头正在拿着胡萝卜钓。今天中午，爱宝和瑞宝都回家了，今天不想回家的成了辉宝。老宋头便拿着小苹果来到园区，有些疑义说老宋头是因为江爷爷自己去中国了，园区又没人管自己了。不过辉宝在看到爷爷手里的小苹果后，又觉得回家也挺好的，于是开始下水。
下树的同时，眼睛一直盯着爷爷手里的小苹果。而老宋头就这样拿着小苹果，一点一点吸引着辉宝。辉宝走着走着，越发不对劲，感觉自己再走下去跟毛驴有什么区别？自己可是国宝。辉宝小脑筋一动，转身坐下了，表示爷爷要是不给小苹果，直接喂进嘴巴里，自己是不会回去的。老宋头也赶紧妥协，以免辉宝生气了。不过辉宝信守承诺，吃完小苹果后就往家走了。而老宋头也该回去看江爷爷，给自己发了个最新消息。大爷爷又给瑞宝、辉宝整活了，给贝贝树和人造树之间搞了一根独木桥。这棵小树又是出自江爷爷精选，因为瑞宝、辉宝现在还小，江爷爷特意选择了一根分叉比较多的树干，这样可以拓宽瑞宝、辉宝爬行时的路。同时，这让姨母又多了一个放置竹子的地方，姐妹俩不用再争抢树杈了。瑞宝看到姨母过来了，开心的凑了上来，一下给辉宝压在了身下。辉宝的小尾巴示意自己快要被姐姐压死了。姐妹俩有了这个独木桥后，就算妈妈不领着自己去室外，姐妹俩也有事儿干了。此时姐妹俩彼此都想去到对方那边，但谁都不想让道，姐妹俩便只能靠武力解决。辉宝咬着瑞宝皮套拉扯一通，给瑞宝拉扯的难受。最后瑞宝选择了妥协，往后退去。但这时辉宝又不想过去了，还表示可以让瑞宝过来。瑞宝过去后，辉宝还主动给瑞宝让出一块空来，就算有再多的空，地方再大，住着几百平以及顺带小花园的大平层，姐妹俩还是想黏在一块儿。而这时的辉宝虽然被瑞宝一直压着，但是辉宝一点脾气也没有。姐妹俩之间就是这样相互打闹，互不记仇。但要是爷爷和姨母惹他们的话，他们肯定不会。瑞宝这里直接给辉宝从独木桥上挤了下去，被挤下去的瑞宝转头去到了妈妈的小亭子上，而独自在独木桥上的瑞宝这下可以敞开玩了。江爷爷从上海回爱宝乐园了，江爷爷真是一刻也不想耽搁，回来看他两个宝贝孙女。永宽看到今天江爷爷回来了，今天一天都开心合不拢嘴，因为永宽已经连续值班好几天了，江爷爷回来了，自己就可以休息一下了。而对于江爷爷今天有没有去看福宝一家，并没有姨姨们看到江爷爷的身影。有人看到今天福宝总是往游客里面跳网，猜测江爷爷应该是早上开园前去的。不过这种猜测还希望姨姨们理性看待。江爷爷今天下午回到韩国后也没有过多的休息，换好衣服扛着竹子就来园区了，甚至晚上还没有耽误自己每周使用的东西。都说韩国人晚上是不睡觉的，都是用大杯大杯的咖啡来维持。江爷爷的作息真是给其证实了这一点。姐妹俩这里2、3天没看到江爷爷，居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想念感，看样子应该是可以让姐妹俩独立生活。江爷爷走后，永宽又走了进来，姐妹俩同样对永宽也没有任何反应。之后江爷爷又扛了一捧竹子给姐妹俩放置在了树上。瑞宝高冷的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又转过头去。显然对于爷爷们为自己的付出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爷爷们走后，姐妹俩一起拿着竹子惬意的吃了起来。晚上下班时还是江爷爷负责的收瓦。江爷爷心疼永宽替自己连续营业了好几天，特意来帮忙收瓦。下班时瑞宝一直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和妈妈一起等待着下班。这时江爷爷突然打开了房门，瑞宝听到爷爷声音后立马凑了过来，而爷爷开门是为了喊树上的辉宝。辉宝此时在树上扭捏的身子，看样子是还没睡够。通道门打开后，爱宝先走了回去，瑞宝紧跟其后。至于辉宝，看上去还要再睡一会儿。别喂了，别喂了，嘴巴里面都要放不下了。在宝家有一种饿了，叫做姨母觉得你饿了。辉宝左手拿着胡萝卜，右手拿着竹笋，屁股后面还有一块更大的竹笋。圣熙姨母让姐妹俩敞开了吃，表示不够还有，给辉宝手里塞得满满的后，圣熙姨母给藏在小树桩后面的瑞宝拖了出来，并将大竹笋放在瑞宝身上，让瑞宝别忘记吃。姨母刚忙完瑞宝，而辉宝这里又给胡萝卜扔地上了。圣熙姨母给辉宝的胡萝卜拿去饮水盆清洗，就在姨母清洗胡萝卜时，辉宝懂事的坐了起来，面朝着姨姨们，这让两个爷爷一时摸不着头脑。两个爷爷怎么教都教不会，居然到了圣熙姨母这里，自然而然的就给学会了。而从姐妹俩啃咬竹笋的样子来看，姐妹俩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进食一些竹笋和胡萝卜以及这些比较软的食物了。辉宝这里没一会儿就给竹笋啃去了大半，果然有些事情就得让女生们自己解决，女生理解女生，不会难为彼此。一会儿姐妹俩吃饱，又给依依整起了活。瑞宝此时看到妹妹树，于是也想爬上去玩耍。辉宝看着姐姐这架势，以为是来揍自己的呢，手上的竹笋都吓掉了，急忙阻挡住姐姐。而瑞宝则给自己挂在了绳子上，
瑞宝趴在绳子上的模样和小龙女，而且不得不夸赞一下瑞宝的平衡能力，在绳子上平稳得很，根本不会掉下来。等瑞宝想下去时，也很是轻松。就这样抓着前面的小树，轻松给自己摘了下来，动作一气呵成，简直不要太丝滑。宝今天突然着急下班了，看来木架对乐宝来说已经过了留恋期了，也可能是冬天到了，到了大熊猫所喜欢的季节，温度一下来，宝家全体成员都变得活跃了。乐宝转了一圈，发现这时通道门还没打开。乐宝围着园区走了一圈，来到了自己自动马桶上。这是乐宝在园区开发的最有用的工具，青团不会堆积，而且自己还看不到。等乐宝铲完青团，溜达一圈回来，这时刚好通道门也打开了。乐宝走进通道门回了家。而今天上午，瑞宝和辉宝打的配合，直接给江爷爷迷惑了。辉宝在通道门口吸引着爷爷，瑞宝这在小亭子上大口大口啃着妈妈的胡萝卜，这波配合的默契，爷爷根本没发现。此时瑞宝正在啃爱宝的胡萝卜，而辉宝这波也只是无心之举，单纯想跟爷爷玩耍一会儿而已。瑞宝这里大口大口啃着胡萝卜，现在瑞宝的牙齿发育的越来越全，胡萝卜被瑞宝啃了一段时间，明显有在变小。一会儿，瑞宝看到辉宝来了，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辉宝的动作。瑞宝熟练地将胡萝卜藏进嘴巴里，打算将其带走转移阵地，但是胡萝卜太大，根本藏不住。不过好在辉宝好像没有注意到瑞宝嘴里的胡萝卜，兜兜转转了一圈。辉宝离开小木床，去到了小亭子上。辉宝走了，瑞宝这里又可以放宽心吃了。而爱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吃不完。就这样，瑞宝今天独自享用了一整块大胡萝卜。根本江爷爷想给瑞宝、辉宝一个惊喜，结果辉宝这里却变成了惊吓。江爷爷以为辉宝这狗叫的不轻，表情都吓得狰狞了。这也实锤了大熊猫就是近视眼。不过爷孙俩都啥事儿也没有。江爷爷走时，辉宝还回头一直看着爷爷，像是在跟爷爷说抱歉。这要换成老宋头，辉宝肯定有仇，当场告。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近视眼的福宝。江爷爷抱着一捧大竹子，蹲着向福宝悄悄靠近。姨姨们还想，江爷爷这庞大的体格子，就算是趴着，福宝也应该能看见吧。江爷爷藏了半天，都感觉到幼稚了，毕竟眼神好像都和福宝对视上了。而反当江爷爷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时，福宝吓了一跳。可能福宝真的没看见，也可能是福宝故意配合江爷爷。毕竟弹起来时，嘴里竹子都没停止咀嚼。以前福宝玩耍园区掉落的广告纸被爷爷发现了，江爷爷来到园区喊福宝，福宝假装听不到。当爷爷晃了一下小树，福宝立马弹射起来。与其说是被人吓的，不如说是自己吓自己。福宝还想撒娇，结果就是一屁股给爷爷的栅栏全压倒。宝家除了爷爷会偶尔吓到他们，而吓到他们最多的则是他们彼此。辉宝冲刺过来，吓了瑞宝一跳，都吓出狗叫了。接着是瑞宝调皮的跳下小滑梯，吓了爱宝一跳。爱宝攻击动作都摆出来了，结果发现是瑞宝。再有爱宝走来小亭子，此时正在小亭子上睡觉的辉宝又被吓到了。对于大熊猫而言，每天活的就是一个提心吊胆。瑞宝这一脚都快给辉宝吓尿了。要说最倒霉的还得数爱宝，爱宝总是无辜躺枪，自己趴着好好的，瑞宝突然从自己屁股后面摸过来。还有原本想保护辉宝，结果辉宝反而突然发出吼叫，爱宝直接被吓回家了。爱宝正喝水呢，辉宝一点声音也没有的走了过来，这给爱宝吓得一屁股就坐下了。瑞宝、辉宝的叛逆还是淘气，而爱宝的小淘气则是满脸宠溺的笑容。爱宝下午独自出室外营业时，盯上了园区的一根竹子，拉到身边后便直接开口。老宋头和姨姨们看到这模样一时愣了神，倒不是因为爱宝破坏竹子，而是爱宝的这个样子像极了福宝，尤其是爱宝的这个侧脸，这根竹子被掰得蜿蜒曲折，但竹子身上满是新嫩的竹叶。爱宝没打算吃竹茎，而是将这些竹叶摘下来吃了个干净。而永宽在旁边只会耶波耶波，永宽看爱宝这样也不会有危险，便放任爱宝继续了。之后，永宽来到了室内园区，姐妹俩今天下午乖巧的很，不但没有睡懒觉，而且还很配合永宽跟永宽玩。辉宝在树上躺太久了，打算下来，而永宽这时偷溜了过来，在树下接住了辉宝。辉宝感觉自己屁股离地了，没了摩擦力，自己下不去了。宋三岁这是又调皮了。宋三岁这趟是来园区收拾竹子的，将竹子收拾好，宋三岁扛着竹子离开。不过很快又回来了，这趟回来是来接姐妹俩回家的。这趟宋三岁也没有空手来，而是带来了小零食。不过这趟姐妹俩互换了位置，辉宝爬回了树上，瑞宝又从树上下来了。宋三岁坐在小床上，不断的投喂着瑞宝。
辉宝在树上看姐姐在树下吃了半天，实在忍不住了，赶紧从树上下来。不过瑞宝这里一直没吃够，还在不断问宋3岁要新的。宋3岁让瑞宝给辉宝留一点。宋3岁把自己提前留好的这一块喂给了辉宝。喂完小零食，宋3岁回去了，给通道门打开了。姐妹俩也没有留意，麻溜的从小亭子上下来回了家。